丹兽是我的。萧炎一看，这黑影人竟然是之前对紫妍出手的那个神秘人。紫妍气坏了，萧炎强压住怒火，让小医仙和天火尊者封锁退路，然后冷冷地对黑影人说道：“把丹兽交出来，以前的事我们可以不计较，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。此兽我已追踪他许久，说起来还是你们抢夺在前，如今却要我将他交出来，岂不是笑话？”这黑影人是个神秘女子，年纪不大，但手段诡异得很，萧炎一时间也摸不透她的底细。紫妍快气炸了，说这东西本来就是无主之物，谁先拿到就是谁的，但黑影人根本不吃这一套，还召唤出了一堆强者，其中甚至还有斗尊级别的高手。萧炎他们意识到这女人不好对付，但丹兽实在太重要了，无论如何都得抢回来。于是一场大战爆发，萧炎直接动用了天妖魁和地妖魁，和黑影人召唤的强者们战成一团，他自己则冲向黑影人，想要强行夺回丹兽。但黑影人手段诡异，先是用绿芒攻击萧炎的灵魂，差点让萧炎失控，幸好他反应快，才压制住了那种诡异的躁动。黑影人还没完，又祭出了一只绿色的妖童，直接让萧炎的身体僵硬，失去了控制。这下萧炎也急了，直接用灵魂力量凝聚出一拳，狠狠砸向妖童，这才破解了他的攻击。黑影人被震得倒飞出去，面具也碎了，露出了一张精致的小脸，还有一双绿色的眼睛。萧炎定睛一看，瞬间就愣住了，这双眼睛他太熟悉了，正是传说中的碧蛇三花瞳。再看看这张脸，萧炎突然意识到，这黑影人可能就是他多年前认识的那个小女孩青灵。你青灵？萧炎忍不住惊呼出来，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反转惊呆了。当年青灵是个怯弱的小侍女，因为有蛇人血脉而被歧视，萧炎不仅救了她，还给了她很多照顾。后来青灵被天蛇府抓走，萧炎还大闹墨家去救她，但最后还是被天蛇府劫走了。这么多年过去，萧炎一直惦记着她，没想到在这里又遇到了。青灵一开始也愣住了，他完全没想到萧炎会在这里出现，但当萧炎提醒他当年的事情时，他一下子认了出来，激动的不行。原来这些年青灵一直想找萧炎，因为他心里一直记挂着那个曾经冒险救他的少爷。而萧炎也发现青灵已经长大，不再是当年那个胆怯的小女孩了。青灵解释说，她是因为体内有剧毒才来抢丹兽的，这种毒是九幽的冥蟒族的地蟒实心毒，号称无药可解。但萧炎却说，只要有丹兽的血，这毒还是有办法解的。小医仙也表示，虽然丹兽的血能解很多毒，但要彻底清除还需要其他办法。萧炎安慰青灵说，等出了遗迹，他一定会帮他解毒。青灵很感激，决定暂时跟在萧炎身边。萧炎也很高兴，因为青灵的实力很强，有他在，他们的实力又提升了不少。要是再遇到凤七儿他们，那可就更有底气了，光是阵容便是能够稳压他们一头。刚刚还打得不可开交的敌人，突然就变成了伙伴。除了萧炎外，小医仙他们都有些不适应。紫妍还对青灵心存芥蒂，因为他之前差点被青灵控制。青灵连忙解释说那是个误会，他以为紫妍是九幽的冥蟒族的人才出手的。紫妍一听更不乐意了，直接反驳说谁会是那种丑陋的没脚东西。旋即似是想到这打击范围有点广，连忙补充道，彩铃姐姐除外。萧炎看着这两个丫头争来争去，无奈的摇了摇头，也不管他们了，抱着怀里还在发抖的丹兽，开始琢磨怎么处理这小家伙。萧炎说，这丹兽虽然看起来没能量波动，但有经验的强者和炼药师还是能闻到它的丹香，猜出它的身份。小医仙提议让青灵先把丹兽收起来，但小兽一听直接摇头，还紧紧抓着萧炎的衣服，显然很抗拒青灵。萧炎看着这小家伙可怜巴巴的样子，哭笑不得。小医仙也忍不住了，说他来处理，还能隔绝丹兽身上的丹香。这小兽一看小医仙，眼睛都亮了，直接扑到他怀里，还蹭来蹭去的，把小医仙逗得直笑。萧炎在一边看着，嘴角直抽筋，这丹兽难道是公的？小医仙处理完后，丹兽的丹香彻底消失了，看起来就像普通小兽一样。萧炎松了口气，让青灵把他的保镖也收起来。青灵一挥手，那些被控制的强者瞬间消失，回到他眼中的空间里。众人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，这碧蛇三花瞳也太厉害了吧。青灵解释说，碧蛇三花瞳成熟后，眼睛里能形成空间，能存放被他控制的东西，但也有极限，实力越强极限越高。不过被他控制的人实力会逐渐减弱，因为碧蛇三花瞳会吸收他们的力量反馈给他。萧炎他们听了都倒吸一口凉气，这要是被滥用，岂不是无敌了？青灵连忙补充，他现在只能控制2星以下的斗尊，最多3个，而且只能控制有蛇系血脉的魔兽，对其他人和魔兽效果不大。萧炎这才松了口气，但也感叹青灵的实力提升太快了，这碧蛇三花瞳简直就是开挂。天火尊者也感叹道，这天下第一奇瞳太厉害了，让人羡慕嫉妒恨。萧炎则说，这种天生的东西羡慕不来，还是赶紧去主殿吧，不然好东西都被别人拿走了。众人收拾心情，跟着萧炎出了丹室。这丹殿第3层已经乱成了一锅粥，
到处都是强者闻风而来，抢宝贝的喝骂声不断。萧炎他们已经拿到了最重要的宝贝，那颗丹兽，其他的对他们来说已经没啥吸引力了。于是，一行人直接找到离开的通道，带着足以让人眼红的丹兽，大摇大摆地走了。离开的路上，自然有不少人盯着他们看，尤其是小医仙怀里的丹兽，但没人认出这小家伙的真正身份。再加上萧炎他们阵容强大，谁也不敢来招惹。顺利出了丹殿后，众人看着复杂的通道犯了难。这一季太大，要去主殿可不容易。这时候，青灵告诉萧炎，他有份简略地图，知道怎么去主殿。萧炎松了口气，跟着青灵一路穿行。这一季的走廊绕来绕去，简直像迷宫一样。好在10分钟左右，他们就看到了一座巨大的古老大殿。这座大殿通体红黄，里面弥漫着古老的气息。大殿中心悬浮着10个巨大的光团，里面似乎有卷轴一样的东西，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天阶斗技。萧炎他们看得心动不已，但最吸引人的还是大殿中心的一具骸骨。他盘腿而坐，手掐印诀，散发着一种强大的威压。萧炎第一次见到斗圣强者，哪怕只是骸骨，那种威压也让他感到压抑。青灵小声说道：“这就是遗迹的主殿了。”萧炎点了点头，目光扫过大殿中心，发现凤七儿他们已经到了。萧炎冷笑一声：“看来大家都来得挺快啊。”这大殿里人影晃动，除了少数独行侠，大部分都是中州上响当当的大势力，比如天妖皇族、风雷阁、冰河谷、焚炎谷等等。他们一进入遗迹就直奔这里，目标很明确，就是冲着那10个光团里的宝贝来的。萧炎他们一进来，立刻吸引了不少目光，有戒备的，有仇视的，也有友善的。萧炎倒是毫不在意，只是扫了一眼凤七儿那边，发现他们还挺记仇，嘴角忍不住露出冷笑。然后他带着众人走进大殿，停了下来。萧炎这才发现大殿里有个石座，周围盘坐着10几道人影，看起来像石雕一样一动不动。小医仙惊讶地说道：“这是傀儡。”萧炎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这些傀儡恐怕都是斗尊级别的强者，一旦被激活，场面肯定很惨烈。”青灵也忍不住惊叹：“斗圣强者的遗迹果然不简单。”萧炎提醒大家小心，别走散了。然后他看到焚炎谷的唐振，笑着拱了拱手。唐振说：“这10个光团里的封印越来越弱，估计很快就会消散。”萧炎问道：“这里面是不是有天阶斗技？”唐振说：“10个里面可能只有1个是真的，其他的都是假的，能不能拿到就看运气和实力了。”萧炎看了看周围，发现对自己有敌意的势力不少，但焚炎谷还算友好。唐振提醒萧炎，这次来都是真正的强者，到时候抢起来肯定是一场混战。萧炎也点头，说这种时候运气和实力缺一不可。唐振还提醒萧炎，那些傀儡很危险，一旦封印解开，他们就会苏醒，到时候肯定是一场血战。萧炎也明白局势很复杂，不仅要防着对手，还得小心这些傀儡。他心里琢磨着，等封印解开，一定要小心应对。最后，萧炎的目光落在石座上的那具骸骨上，心里一动。他想，这具斗圣强者的骸骨，要是能给药老炼制躯体，说不定能让药老也进入斗圣层次。要是药老成了斗圣，星陨阁的实力就能和丹塔抗衡，再也不用祭丹魂殿了。萧炎心里暗暗下定决心，等封印解开，一定要试试能不能把那具骸骨抢到手。这大殿里越来越热闹，但气氛却越来越紧张。强者们和各大势力纷纷赶到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等封印一解开，刚才还笑着打招呼的人，下一秒可能就会毫不犹豫地对自己下杀手。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，有些关系不错的势力和强者开始暗中抱团，毕竟在这种混乱的地方，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拿不到宝贝。萧炎看着大殿里越来越多的人，眉头微微皱起，给小医仙等人使了个眼色，一行人也逐渐靠拢在一起，心里多留了个心眼。大殿里虽然人越来越多，但气氛却安静的可怕，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来。不少人的额头都冒出了冷汗，体内的斗气随时准备爆发，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，就会瞬间出手。萧炎双手插在袖子里，眼睛微闭，但灵魂感知却笼罩着整个大殿。他心里觉得奇怪，怎么到现在还没看到魂殿的人？魂殿的人一向是有宝必到，这次难道不感兴趣？萧炎心里还在琢磨，脸色突然一变，眼睛猛地睁开。就在这时，大殿里响起了一道古怪的笑声，声音尖锐刺耳，回荡在整个大殿里。看来这次没来晚啊！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萧炎眼里的杀意瞬间爆发出来。总算是来了，摘星老鬼！很多人都认出了他们的身份，居然是魂殿的人。魂殿的人也来了，大家心里都咯噔一下。魂殿的实力大家都知道，要是他们也来抢天阶斗技，就更难了。萧炎盯着半空中的身影，正是之前和萧炎打得2败俱伤的摘星老鬼。萧炎一眼就看到他右手臂的袖子空荡荡的，心里暗笑，这老家伙虽然捡回了一条命，但也付出不小的代价啊。小医仙幸灾乐祸地笑了笑，道：“摘星老鬼现在变成独臂老鬼了。”摘星老鬼在半空中俯视全场，怪笑一声：“这一季里人还真多，我们守在这里收灵魂，估计能大赚一笔。”这话一出，
很多人脸上露出厌恶的表情。魂殿到处抓灵魂的事大家都知道，但没人敢反抗，因为他们实力太强了。这老鬼的手臂怎么断了？大殿里有些见过摘星老鬼的强者也疑惑起来。摘星老鬼的实力大家都知道，5星斗尊，那可是顶尖强者，能让他断臂的人可不多。摘星老鬼也察觉到大家的目光，脸上的笑容微微收敛，刚想冷喝一声，目光却突然凝固了。紧接着，大殿里响起他充满杀气的咆哮：“萧炎，你竟然还没死！”所有人都把目光转移到萧炎身上，萧炎却是一笑：“你都没死，我怎么可能先死？”这句话把摘星老鬼气得脸都青了。混账小子，我今天一定要报断臂之仇！摘星老鬼眼睛都红了，手臂被萧炎炸断是他心里永远的痛。他怒吼一声，直接冲向萧炎。萧炎却一点都不慌，他召唤出3团异火，说道：“你是不是连另一只手臂也不要了？”异火一出现，大殿里温度瞬间升高，摘星老鬼也愣住了。他之前就被毁灭火莲炸断过手臂，对这异火的威力记忆犹新。他心里很清楚，要是再硬拼，自己肯定讨不到好。而且他这次来遗迹是有任务的，要是出了差错，回去肯定会被惩罚。权衡之下，摘星老鬼只能忍下这口气，阴狠地盯着萧炎：“等遗迹的事完了，我再来收拾你。”萧炎道：“随时奉陪。”摘星老鬼转身回到魂殿的人群里，落在大殿最前面。其他人虽然心里不舒服，但也不敢得罪魂殿，只能假装没看见。天火尊者沉吟道：“这下麻烦了，摘星老鬼也来了。不用担心，这老鬼已经重伤一次，还能再来一次。而且这里局势复杂，等会打起来，魂殿的人肯定也会受伤。”小医仙笑了笑：“你们和魂殿有仇？”青灵小声问紫妍：“那是我们的大仇，以后也是你的大仇了。等会打起来别留手，杀一个是一个。”紫妍拍了拍青灵的肩膀，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。萧炎无奈地看着这2个小妮子，然后提醒大家：“等封印解开，别急着出手。那些宝贝都是烫手山芋，先拿到手反而会惹麻烦。”小医仙等人点了点头，大家都明白，谁拿到宝贝，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。大殿里的强者这么多，随便几掌就能让人吐血。唐振看到萧炎的表现，心里对他的评价又高了几分。这萧炎不仅修炼天赋强，练药术也很厉害，最重要的是他很沉稳。焚炎谷和他交好，绝对是正确的选择。萧炎的目光紧紧盯着大殿半空中的光团，光团周围的光芒越来越弱。他突然说道：“封印要消失了。”话音刚落，10个光团剧烈颤抖，爆发出刺眼的光芒，里面的卷轴化作流光飞了出来，大殿瞬间沸腾了。与此同时，10座周围的石雕傀儡也睁开了眼睛，一股浓浓的杀伐之气弥漫开来。天阶斗技出世了！随着一声尖叫，大殿里瞬间乱成一团，强者的斗气爆发，一道道身影像蝗虫一样扑向那些流光。流光像是有灵智一样，能自动躲避，但半空中还是不断传来交手的声音，一道道身影吐血落下，场面惨烈。萧炎拦住冲动的紫妍，沉声说：“先别动手。”唐振也喝止了焚炎谷的人，盯着半空中那些流光。萧炎说道：“看不出哪卷是天阶斗技，这些卷轴都被施加了手段，不好抓。”唐振提议各自出手，萧炎也觉得天阶斗技的诱惑太大，不能错过。突然，大殿里传来凄厉的惨叫，众人发现10座周围的石雕傀儡苏醒了，杀伐气息弥漫。这些傀儡实力都在斗尊层次，一出手就让周围血流成河。萧炎皱眉说道：“这不是普通傀儡，是远古人傀，里面有强者的灵魂，还能施展斗技，比普通傀儡棘手多了。”大殿里更加混乱，那些原本想坐收渔翁之利的强者和势力也坐不住了，因为傀儡已经把他们当成了攻击目标。萧炎让众人先别出手，他先试试能不能抢到一卷卷轴。就在这时，一具人傀突然冲向萧炎，小医仙迅速拦截，和他缠斗起来。萧炎观察了一下人傀，发现他们的身体被奇异的布条缠绕，防御力很强。他尝试用灵魂力量控制人傀，但发现斗圣留下的印记太强，根本无法抹除。天火尊者等人虽然失望，但也理解。我们也准备出手吧。萧炎说：“我负责抢卷轴，你们帮我拦住其他人。”天火尊者等人点头，斗气迅速运转起来。萧炎的目光锁定了一道红色的流光，这道流光上沾满了血迹，显然已经有不少人为他丧命。萧炎觉得这道卷轴和火属性有关，最适合他，而且这里的人相对少一些，夺取难度应该小一些。萧炎紧紧盯着那道赤红流光，片刻后，他终于出现在萧炎他们这片区域。萧炎大喝一声：“动手！”